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个，那这是从 Kickstarter 上面订购的啦。那其实大概是在月初的时候我拿到的。那这个呢，就是桌上型的气拱跟手持式的喷漆枪两用型的。好啊，打开来看一下。那首先呢，它寄来的时候呢，大概是像这个样子啊。其实不是，应该是说，就是这是一半啊。它内容物呢就是这样子，这个，然后还有其他所有的配件呢，全部都塞在这个盒子里面，然后这样寄过来。那这个东西呢是那个喷漆的那个工作群。然后另外呢，这就是它其他两用的配件都直接塞在这里面。那这个等一下再介绍。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它拖的比较久了，就是说它在市面上的话，已经有一些类似的产品出来了。可是呢，这一把还是有一些特色在，因为它就两用型的嘛，一种就是偏向给你桌上当气拱用的，然后一种就是给你手持式的喷漆枪去使用。那因为我的需求是桌上型的气拱，大部分出来的都还是偏向于是手持式的喷漆枪，对所以这个就可以介绍给各位看一下。那它里面呢，一开始就有两副喷枪啦，可是它都没有这个都没有型号，对，一支我去看它的规格，一支是.2的，那一支是.3的啦。那等一下就分辨一下就知道了。好这个就是它的充电器，然后这就气拱。好先介绍一下那个喷枪。那因为其实我前年有介绍过一些喷枪，其实我喷枪很多支了啦。那这个呢，我只是顺便的，对，反正我也可以拿去送给学校或是哪里，好，那看一下，其实分辨它喷枪的那个口径蛮简单的啦。它这个喷针啊，喷针这个比较粗，那这个比较细，所以这个是.3的这个是.2的，可是它上面都没有给你任何标注，都没有，全部都没有，那到底这个效果怎么样？等一下再来测试，再来知道。不过呢，它这个你说做的不好嘛？其实也不会，因为它这种扳机这边全部都是那种比较省力式的，就是这边已经有加一些这个，不会像你一些比较旧的喷漆就喷笔啊，这边没有那么好的，可是它这个有，所以它这个，而且这还是双动的，这两把都是双动的，不是单动的哦。好，接下来就主体啦。主体就这个嘛，好，然后这个充电器，我一开始拿到的时候，我会想说到底要怎么用。其实它就是这是电池，那充电头在这里，就这样。所以这个电池可以充。然后呢，我有看到很多，就是说现在已经看到好像有一些长得几乎是一样的电池。就是说连这个地方都几乎是很像，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可以去买其他家的来替代这个电池的部分。好我再就是说，市面上现在说有很多已经出现很多那种类似的因为它其实它本来应该是2月份就要出货，今年2月份就要出货，可是呢，它现在到9月份才出来，所以其实，在 Kickstarter 上面也蛮多人是骂他们直接骂他们 scam 对所以这段期间呢，有一些类似的已经出来了，我也有看到，就是你就可以单买这一支的，可是呢，就是你虽然可以单买可那个这个体积会很大，因为他们主要是针对
手持式的喷枪去使用。可是你看这一支呢，它的握感其实我觉得是很不错，因为它就是做的就是比一般的小，这个是大概应该有设计过，拿起来就这样子嘛，蛮像铁锤的哈，大概铁锤那样敲应该可以。好啊，这个装置呢，就是说它有2段，第一个是说是中间这一段，这个是要让你做那个手持的喷气枪用的啊。等一下那个也会做测试。啊，后面这边呢，喷气有3段。哦，然后再来是连续的部分，连续就这个，你再往下搬一格，它这样就连续。那这个是那个电池的灯啊。好啊，再来就是一个灯啊，这边其实还有一个灯哦，可我一开始以为是坏掉，那你要使用它，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一直按住，啊，你看这就灯就亮了，啊，你再给它，哦，就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有3段嘛，哈，你看都一样。这最大，这最小。可是我这个灯号我不晓得是这一把这样子，还是所有的都这样，因为我的就是只有2个颜色啦。你看，就只有2个颜色嘛，一个橘色嘛，哈，然后再来就是绿色，啊，这个也是绿色，嘿，我不知道的是不是每一把都这样子啊，我这一把是这样子啦，嘿，啊，这个就是这一把的基本的使用介绍。好啊，等一下呢，就是会直接来测一下它的气压。Hello， 大家好。那现在开始测一下它的气压。那首先呢，是我一开始会买这个的原因啦，就说呢，我一开始发现这种东西，就是说我发现说它电池跟这个气孔的马达，我发现说它就是把它换个方向。那这样的话，这颗马达可以加大啊。你看这个就是比较细，而且比较轻啊。因为这个呢，你如果长时间使用，可能会有一些是会有一点问题啦。啊，这个的话呢，它这个电池我看是可以撑3个小时，所以表示说，如果说你是桌上型的气孔的话，那你喷3个小时内，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我自己实际上去开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啊，接下来说我为什么说这一组它是比较偏向给你当桌上型气孔用，就是说它有提供这个给你。哦啊，这个就是给你当桌上型用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去锁那个喷枪啦。而且这个位置呢，你看你要哪一个方面都可以啊。你想要是喷枪要做哪个方向都可以放。所以呢，其实我买这组原因就是说我比较希望是注重它的那个桌上型的气孔的部分，因为我的制作环境呢，就是说那个插座会比较远，那有时候可能会拉到线，那有这种无线的反而会比较好一点。对啊，当然这个就太弱了，这个就你偶尔用一下可以，可是这个可以撑比较久了。好啊，再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就开始测它的那个气压。那我准备了这个，它的 Kickstarter 上面它自己的规格，它是说它基本上是可以有10 psi 以上，好，然后呢，它的气压呢可以到10到20的 psi。对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只要这个虽然是规格是 MPa 嘛，哈，可是如果说你都要换算一下，大概到这里左右。哦，就是可能接近这个0.8或0.9，这边就是有10 psi 了。它这个呢，这个其实我是看到有些人好像也是拿到，就是有人在诟病它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要当桌上型气孔，或者说你是要当手持的气孔，你变成说这个头啊，你必须要锁。然后呢，它那个手持气孔呢，它提供给你的是这种塑胶的头，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组它其实主要目的是要让你当桌上型的气孔使用的啦，好，我们就先测一下它这个，就是要这样锁进去。
那接下来就可以大概测一下啦。哦，你看它竟然是卡在这里。我先用最小的了哈。因为这个只是要测一下，他说它是不是能够维持在10 psi 以上。那现在都是完全没有喷的状况了。好啊，它的那个气压的维持率呢，就是我大概就是这样测试给各位看一下。对，因为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他说它是10到20 psi， 我是有点怀疑啦。不过这样看起来好像真的有啦。对啊，音量就是像刚才那个样子。那等一下呢，就开始进行这个直接使用这种喷笔的方式测试。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用这个头的哦。它另外那一种方式呢，它这个也蛮奇怪的，它就是它提供给你这种喷头啊，因为它2支喷笔，它这支喷笔跟这支喷笔提供0.2跟0.3口径的，可是像它这个啊，它是提供给你0.3口径的，它不是提供给你0.5的。哎，这是我是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啦。嘿，啊，等一下呢，就是进行这2个的喷漆测试，然后最后做个小结啦。嗨，大家好，那首先测试这种方式，哦，那它就是这个头，那你这个就是要转换过来的头，然后你看就这样子而已。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来测试它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说我也比较希望用的这种方式，就是说接喷枪嘛，哈，然后再接这个。那这个喷枪是它附的里面的哦，这0.3的哈，因为刚才那个口径是0.3，所以我会使用0.3去测。那气压呢，就会从最小的，哦，它3段嘛，哈，我先从最小的开始测。
Hello， 大家好。那现在做个小结。那首先给各位看一下刚才所喷出来的结果。刚才呢，如果是那种手持式的喷漆方式是这种，那这个是用它的副的喷笔，就是用这个喷出来的。那效果大概是这样。那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如果说你要用喷笔的话呢，你去使用那个气量最小的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是要用那种手持式的，那可能用气量最大的。好，接下来说呢，这一把呢，我觉得它的跟现在市面上已经出现的比起来，就是它是比较偏向于是给桌上型使用，因为它的大小不会很大。好，然后再来是说它的那个这个头啊，它这个头呢，我觉得你每次使用可能要重新锁啦，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啦。然后再来是说，如果说你要锁的话，不要锁太紧哦。我一开始锁的是锁很紧，后来发现根本不用。你只要锁的差不多就好，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算是软垫嘛，哈。其实你锁到差不多之后，这个地方呢跟这个地方就是让它气就不会从旁边流出来了。不过呢，我会去使用细油，就是说我会上一点油，让旁边这边比较好转。因为如果说你要两种替换的话呢，最好是上一点油比较好，因为这个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说这个没有做金属的啦。然后再来是说它的替换上，我觉得还不够方便，因为你每次都要转至于说为什么我说偏向于给桌上型使用，因为像它这个啊，这种方式的嘛，这种方式的这个气瓶啊，你一开始弄好的时候，你换完颜料之后，它这个地方变成说是开放式，那没有一个盖子可以盖起来。你看就像这样，那你也不可能说每次都把这个拿起来吧？因为它里面是有一根这个的，它原先的盖子是这样。那这个反而没有，这个反而你这个整个替换完之后，反而这边没有盖子。这是一些比较常见的缺点啦。好，再来是它喷笔的部分啊，喷笔的部分我觉得它提供的是还不错啦。这是它喷笔嘛，那它本身也有提供给你线材，然后还有一个给你这个。不过呢，我觉得它提供的那个这个线材呢，给桌上使用有点长啊。它给1米的，我觉得可能给50公分应该是差不多了吧。那你看哦，它这个是给金属的，结果它另外这一种的，它反而是给一个这个的。对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断掉的话，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主要是偏向给桌上型使用的。这次也是比较符合我的需求啦。那最后至于说在 KS 上面买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说是，让一些工具的开发速度可以提高一点，因为其实有些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想法进来，可是不成熟不完整的，那有人去支援他们，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的。我想法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不大会建议你直接在 KS 上面买，因为有些成熟产品，其实你在市面上买就有了。好，以上就是我介绍。